大家好，歡迎回到北歐老吳聊美股的頻道。今天是會員專享的周末漫談。首先來看一下，那麼下一周有非常重要的這個經濟數據要出來了。最重要的就是在周三有這個美聯儲的利率決議，對吧？那麼現在市場預期是不變，還是維持在這個之前的這個利率？那麼一般呢，現在因為這一屆的美聯儲，或者說鮑威爾的他們領導的這個美聯儲，一般他們跟市場溝通的比較多。他告訴你我要看什麼，我要看这個非农數據啊、就業數據啊，或者說這個通脹數據，他告訴你他要看什麼，對吧？以這個來作為他們是否降息的一個評判。所以說市場上也是看這些東西，因為這都是公開的信息，所以說一般這個預期它不會說這個突然給你一個 surprise， 突然給你一個意外，很少很少。所以說這個一般預期是3.75，基本上就是不降。那麼最重要還是在這個答記者會上，答記者會上他這個看一下有沒有，因為鮑威爾馬上應該是5月份、5、6月份的時候就要这個。他的任期就到期了，那麼，新的美聯儲主席的話，川普那邊還沒有就是確認，對吧？還在這個考慮中，但是可能有幾個目標了，但是在這個剩下的這個幾個月的任期裡面，看一下，因為還有幾次這個降息的這個時間呢，降息的這個機會呢，所以說還是主要看答記者會上，因為川普現在跟鮑威爾的這個。怎麼說呢？小恩怨也好，或者說對鮑威爾的不滿也好，日益增加。那麼鮑威爾也是現在頂住壓力，對吧？現在也要對他進行一個什麼調查，因為美聯儲大樓的一個維修可能超預算了，以這個為緣由來調查他，所以說他也是非常不滿。主要還是看答記者會上有沒有什麼新的信息出來，這樣的話能夠對之後的。這個降息也好啊，或其他事情有一個預期。那麼我們要看，在這個利率決議之前，那麼周一、周二有一個這個消費者的信心指數，關注一下。然後周四又是一個初領就業金的一個數據，然後周五 PPI， 對吧？這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說看一下，因為這個周二的這個信心指數的話，對，比如說沃爾瑪了。Costco 啦，什麼 Target 這些跟消費跟那個大家消費相關的這些公司的話，可能影響大一點。然後周三最重要的，然後周四周五都有，對吧？所以數據驅動，現在是數據驅動，再加上還有很多財報要出來，所以說本周的這個不論是因為數據驅動，還是說公司財報出來，這個波動都很大，所以大家還是首先要注意風險，這是最重要的，對吧？這是我們長期在股市能夠生存下來的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風險。那麼我們看一下財報。那麼下周我借用的是這個網站上他出的這個財報，但是還有其他，他只是列出來一些大家關注度比較高的，或者說影響力比較大的一些公司，對吧？那麼 PMO 就是在盤前 ，AMC 就是在盤後。我們看一下，在周二盤前的話，有波音要出財報了。我就主要說幾個這個大家關注度比較高的，然後還有這個 UNH 也有，然後周三最重要的盤後有 IBM、Meta、微軟、特斯拉，都是這個重磅的或關注度非常高的一些公司。然後周四還有什麼呢？這個 Caterpillar， 這個還有蘋果也在周四盤後，對吧？然後周五大部分就是石油公司了，像這些石油公司，如果說你炒原油的話，或者你這個懂這個行業的話，也可以多關注一下。好的，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要分析的這些，我們先分析一下標普，然後分析有在這個周五直播中沒分析到的一些標的，還有這些要出財報的，然後呢還有這個會員朋友們提問的。那麼我也是歡迎大家多在頻道裡面跟我做這個提問互動。你有任何關於股票的或者說纏論的一些問題的技術方面的問題，都可以在頻道裡面留言，這樣呢我的回答能有一些這個針對性。好的，我們來看一下，先看一下標普，我们每次做復盤都是先從標普來看。
那麼標普的話，現在看的周期是月線，我們之前分析过它这個起漲點是在這個666這個起漲點。那麼666這個起漲點，它按照我們這個分析是一個1、2、3、4、5、6、7第7筆，按照產論的話是第7筆或你要是說波浪的話7浪，那在波浪裡面它是沒有什麼7浪，什麼6浪、7浪，它只有5浪、3浪或者5浪在這個波浪裡面。但是我這個分析是結合了產論和波浪，你這樣的話分析起來能夠讓你有一個立體的，對吧？你要是只學波浪的話，因為它是滿足了波浪的運行的這種方式，對吧？波浪就是每次回落的時候，你不能夠碰到前面這個高點，就是每次回落碰不到前面這個上漲的高點，對吧？它沒有破壞這個節奏，所以說我就是借用了波浪裡面這種分析，所以我叫它第7浪或第7筆。那麼第7筆起漲點在3491，那麼現在這個月線上。還沒有月的頂分型，對吧？本月已經還剩下這個，從下周還有1周的時間。那麼看它能不能夠出現一個是收成這種形態，因為它现在看那個 K 線形態 ，K 線實體比較小，然後上下的影線也不是很長，說明是一個平衡狀態，現在是處於一個平衡狀態。那麼看它是在這個月底的时候能夠生成一個什麼樣的一個 K 線，還是比較關鍵的。畢竟從3491已經漲了這麼長時間了，對吧？是不是要收成一個上影線非常長的 K 線，然後給你一個這種 K 線的實體？那你就要注意了，因為它這個上攻不行，然後這個被打回來了。那麼下一個月，如果說出現下一根 K 線，如果說出現這種形態的話，就非常差了。對吧？所以要關注本月的收線。那麼下一個月呢，在這個2月份，就看它能不能夠跌破這個678.9.05，因為跌破這個位置就會出現頂分型了，那你就更要關注了。畢竟是前面已經漲了這麼長時間之後，再次出現頂分型，之前也出現過多次的頂分型，但是都變成了一個中繼。所以說，能否形成一個有效回落是非常關鍵的。那這裡是回落了3個月。回落了20%，但是還是收上來了。那麼這種情況，你出現了頂分型的時候，你要不要去應對，對吧？尤其是這種比較大的強的頂分型、強頂分型，或者說弱頂分型，你要不要去應對？因為這個地方你不應對的話，因為你沒有辦法預測到它這裡要不要回落成一筆。很多人來到我的頻道也好，或者說去聽其他人的頻道也好，想找一個確定性、確認性。就是說，這個位置是不是100%要跌啊？是不是100%要成一筆啊？是不是怎麼樣啊？對吧？老想找一個確認性，哪有確認性啊？股市裡面沒有確認性，沒有確定性。所謂的確認性、確定性是什麼呢？為什麼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是說，產論是一個3個維度選股？為什麼這個說3個維度呢？因為它是一個3個維度的疊加。基本面比價關係，最後才是技術面。你單看技術面的話，你所面對的風險是非常大的。如果說你只是從技術分析，然後去這個操作股票的話，你操作一些波動非常大的，你只從技術分析，那你的最終的結果是不會好的，不會太好的。大部分人是不會太好的。如果說你是這方面的天才啊，這個非常有這個你自己的一套方法，那也沒有問題，對吧？很多人去炒外匯的人也好，就是單看 K 線。因為外匯的話，你也沒有辦法分析太多的基本面，因為它都是國家層次的那些，我們小散戶，你有那個能力的話，你也不會來聽我這個頻道，對吧？所以說，大部分人是沒有這個能力的。但是我們又一直在說，要從3個維度基本面比價關係怎麼選，比如說巴菲特，對吧？巴菲特他就是看這個基本面。他不去看什麼技術分析啊，這裡是不是有頂分型了？這裡是不是有底分型？他根本不看那些，他看的就是基本面。基本面，比如說他買的可口可樂呀，還有什麼一些最早的那些喜事糖果呀，這不都是基本面分析嘛，對吧？為什麼這個可口可樂這個糖啊？因為它最早期的那些配方，可口可樂含大量的糖分，虽然說現在也出了很多這個無糖的，但是呢，人他其實是從最根本的人的需求來，這些快消的这些產品來，對吧？你對它這個癮，其實糖分你吃糖是有上癮的，它是另外的一種毒品。因為它對你的這個引力啊，你的這個上癮的這個程度啊，對吧？它都是上癮的東西。為什麼是快消？還有就是說，那個比如說，我們這個之所以要這個
選擇從基本面選擇股票，其實投資最終的就是基本面選股。那麼我之前也提过，基本面選出好股票之後，你不是在上漲的过程中对你用处大，反而是在下跌過程中，你如果说選擇的公司的基本面你很有信心，非常好的话，那麼在下跌过程中你是敢買回落的。如果说你对你選擇的这個公司的基本面不了解，或者說沒有信心，你是不敢買的。巴菲特在他的採訪中說過多次，他說他們自己家的公司有很多次，或者說有3、5次，或者有2、3次吧，有回落50%的時候，對他來說一點心態的波動都沒有，他是敢買的，對吧？所以說對我們來說也是一樣。我們之所以要選擇好的基本面的這個公司的原因，就是因為在上漲過程中當然都無所謂了，對吧？任何公司上漲，哎，你都覺得你是股神啊，都是你覺得你厲害。但是下跌过程中那就不一樣了，心態是不一樣的。所以說我們一定是選擇好公司、好的基本面，能夠幫助我們來抵抗這些不可預測的這些回落。這20%的這個回落，你在20%的回落中，很多時候我們不是需要我一定要買在這個20%回落的這個最低點，我可以一般分3次，我的建議是分3次。比如說出現底分型了，然後你再結合一下這個前面這個下跌的內部結構，出現底分型了，我買一次。然後你雖然判斷錯誤了，它又繼續往下走，再次出現底分型，我再買一次。哎，你分析的這個又出現錯誤了，它這個下跌動能沒有這個被消化，又向下走，哎，又出現底分型了。一般就是3次，尤其是周期比較大的，比如說日線以上的周期，出現3次底分型結束的概率是非常大的。所以說，我的建議是分批進，尤其是你看好它的基本面的情況下，在日線，我強調一下是在日線周期以上的，小周期的話不一定，小周期它可以是一直延續，延續性好的話可能是出個7、8個底分型都有可能，所以說是周期比較大一些，我們利用這種方法分批進。那麼這種方法的好處就是你不會去追在上面，很多人是下來的時候不敢買，往下的時候我不敢買，然後上來的时候，哎，看着上來了又不敢追，等到到了這個尾端的時候，發現哎呀受不了了，去追，一般就追在一個相對的高位，對吧？所以我的建議是，其實我們做的，如果說這麼看的話，其實類似一個左側交易。很多人說啊，我做確認性的右側交易，但是呢，右側交易的那個問題是，很多時候你漲的時候是不敢買的，漲到極點的時候，或者說漲得非常高的時候，你才想追，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寧可其實是我的建議是做左側交易，對吧？是利用我們的雙觸發，出了底分型了，我買一些。所以這裡沒有什麼確認性，沒有什麼確定性，而是說我的盈虧比，比如說。如果說你只是做純技術分析的話，那麼我這個位置進場，出現底分型了，我進場，然後我的這個，因為我不知道它向下的預測，我不能夠預測它是不是要向下延續，但是呢，我又觀察了它的這個內部結構，又觀察它出現了底分型，對吧？我可以利用我們的雙觸發，這個位置止跌的可能性比較大，那麼我就進一些倉位，但是呢，我又不能夠預測它這個位置能夠是不是向下延續，那我可能把我這個倉位控制一下。我如果說確認性大一點的時候，它的內部完成度比較高的時候，然後底分型也比較強的時候，那我就多進一點，對吧？但是我也要，如果說你對它的基本面不是那麼有信心的話，也是要設止損的。我止損可以就放在這個下面，離這個下面，比如說1%、2%的一個空間，對吧？但是我看的這個上漲的話，可能要看到前面這個高點去。所以說，你這個盈虧比是划算的，你是合理的，你才會去進場做。那你這裡說啊，我這個位置可以下跌，也可以上漲，你不是跟沒說一樣嗎？不一樣，這是不一樣的，因為我是有計劃的。這裡比如說到了某一個位置，我是止損出來的，我是不會繼續持有的。它如果往上漲了，那我就繼續拿着。如果說到了前面這個高位，我看是不是要減，這才是你的這個交易策略，而不是說哎呀可漲可跌，那可漲可跌你怎麼做呀？對不對？可漲可跌你是沒有辦法做交易的。還有就是說，我們做的這個分析呀，只是一個模型分析。什麼叫大模型分析呢？尤其是我做的這個分析，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做到1小時周期。
对吧？我们從這個一般是從月線上開始分析，然後分析到周線、日線，然後看一下日線的次級別1小時，這是針對大部分的股票。如果說你分析的比如說是黃金了、白銀了、比特幣了，你可能還要看一下4小時的一個周期。有的時候這個比如說日線的次級別，我們一般看1小時，但如果說1小時上比較亂的話，我們也可以看一下2小時，這都差不多的，對吧？這都差不多的。所以說我們不會看到。大部分時間我不會去看到什麼，給你看5分鐘、1分鐘去，那就特別細了。所以說我看的這種大周期的這種分析，其實是叫模型分析。模型分析是什麼呢？模型分析就是一個大方向，就是你現在這個位置，你現在這個比如說我現在看的周期是月線，在月線上，我現在這一段是在模型中所處的位置，我們要交易的是在模型中的未完成段。首先你要確認或確定它在模型中是什麼位置。什麼是模型？這是纏論的模型，對吧？前面這個第一種兩中枢趨勢上，如果說向上的，我们只說向上，向下的反過來就是一樣。那麼向上的話就是趨勢上2個中樞，那麼第二種就是在一個中樞的一個這個盤整上，區別就是這個中樞的個數，在這個震盪的時候，在中樞震盪的時候，它的這個高低點是不能夠，比如說這個回落跟這個上漲的這個高低點有接觸，那就不叫趨勢上，因為它就是一個升級之後的一個盤整上了，對吧？所以說這個在這個藍顏色的這個畫的這種，那麼這就是這個我們說的纏論模型。那麼你要確定或確認現在所出的這一段在模型中是什麼位置。那麼在模型中，在這個實際圖形中，在月線上我一直是一個浪形模式，它沒有出現這個回落，沒有出現這個重合的回落，那它還是進入段。那所有的這些可以是一個進入段，或者說可以是一個離開段，因為它是從這個月線這個大周期的一個離開。前面這是進入段，它是一個離開段。那麼在模型中，它可以是這樣一個大的中樞，然後一個離開，然後在這做一個大中樞。它現在在哪兒呢？它現在在這兒呢。就是說，在模型中你要確認它在哪裡。所以說你要做的就是這個未完成段，對吧？那麼如果說現在這個最後這一筆第7筆完成了，那現在要開始回落了，對吧？它這個回落是可以去構造什麼呢？可以構造這一段，對吧？但是你要確認。這一筆上漲要結束之後，它才可能出現回落。現在這一筆上漲，你都沒有辦法確認它回落呢，對吧？所以說你現在做的就是這個上漲段的未完成段，未完成的後面，你如果說那個，比如說小周期上，你看它的這個結構不夠完整的話，你做的是這個上漲延續。我們做的是延續，只有上漲進行延續，你做多才賺錢，對吧？所以你交易的是它的延續。未完成，對吧？如果說完成了，你肯定那你肯定是做這個，要麼減倉去做空，或者要麼就去減倉，要麼去做空的，對吧？所以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分析大周期模型的原因，因為我要找到它在跟我們的這個模型中相比較所處的位置。你只有知道了這個，你才知道它可能之後的一個變化。所以說，看大周期模型分析的這個背後邏輯就在這裡。而不是說可上可下，然後就在這裡這個模稜兩可的，沒有模稜兩可。我們在這裡，我們這纏論是最嚴謹的一套這個分析系統，它沒有模稜兩可。出現沒有出現底分型啊？這是模稜兩可嗎？出現沒出現頂分型？沒有模稜兩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它沒有模稜兩可。很多這個傳統理論分析反而是模稜兩可的，只能是一個大概的一個情況。所以說纏論是一個非常嚴謹的這麼一套分析系統。那麼又回到這個具體的這個標的上，月線上沒有頂分型，所以說這段你沒有辦法判斷它結束呢。我們要降低一下周期，看一下周線，那這就是我們平時比較熟悉了，對吧？大 A 中樞離開，大 B 中樞。那麼現在這個我們要注意的一點就是這個周線上已經出現頂分型了。再次出現頂分型，前面也是出現過多次頂分型。那麼這個頂分型也是一個強頂分型。我們剛才已經說過什麼強頂分型、弱頂分型的一個區別，對吧？那我們這裡就在這個周末漫談裡面，我們已經說過多次了，這裡就不重複了。那麼已經出現強頂分型，那麼下周
就要關注，因為有這個利率決議啊，又有很多大的科技公司的財報，又有這個很多那個美聯儲的講話，那麼就看下周的這根 K 線能不能夠再次突破6986，能不能夠出現這樣一根 K 線，突破6986，那麼這個頂分型又被打掉了，又變成中繼了，那就可以繼續向上延續，對吧？那麼如果說要跌破這個6789.05的話，那麼就說明這個出現頂分型之後的向下延續了。那如果說這個比如說那些蘋果呀、特斯拉呀这些微軟的这些大公司財報不好的話，指引不好的話，如果說是真的帶動大盤往下走的話，那這個你要看它從前面這個4835，你可以測一下。那麼如果說要回到0.382的話，還是非常深的，对吧？到6164去了，還是比較深的，才是一個這個第一個這個可能得到支撐的位置。如果說更深一點的話，那就要回到這個0.5了，5910去了，就回到這個中枢內部。這個5910啊，還剛好是這個中樞中軌的位置，看到沒有？這個中樞大臂中樞的一個中樞中軌也在5910附近或5900吧。我們看一下这個，如果說真的得到這個中樞中軌的話，14%將近15%的一個空間還是比較大的，所以說要這個提高警惕。如果說真的下周要跌破這個6789.05的話，我們要嚴重的提高警惕。那麼這就是在周線上，那麼周線上現在是出現頂分型了，但是呢還要看一下它這一段的內部。4835的內部，看一下這個內部結構，這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在平時做直播的時候。那麼我們就簡單說一下，畢竟我們平時說的比較多。4835這是 A 中樞、大 A 中樞、大 B 中樞，但是呢，圍繞大 B 中樞現在震盪1、2、3、4、5、6、7，已經7筆了。7筆，它如果說再震盪出2筆的話，那就是9段。如果說能夠生成9段升級的話，那就變成了進入段，看看升級之後能不能夠向上離開，對吧？這是一種情況。这是一种情況，那麼還有呢，就是可以從6986，如果說斷開的話，那就是我們剛才說的6986這裡，如果說是短期或者說近期的一個高點的話，那麼這裡也就結束的話，就是一個 A 中樞加一個 B 中樞結束，沒有問題。那麼右側的話，如果說這個是進入就是這個小 A 段，如果說只是一個小 A 段或進入段的話，那這個空間就大了去了，它完全是可以在小周期裡面有一個震盪，然後繼續往下延伸。也就是所有的這些都是一個反向走勢的一個進入段，那完全可以殺到這個200均這裡，殺到這裡再止跌，然後開始做中樞，然後可以繼續往下走，然後再做中樞，然後繼續往下走，以這種方式來構成什麼呢？以這種方式來構成周線上那個大的回落，這是我們剛才說的那個5900那個位置，看到沒有？這就是剛才我們在周線上說一個5900那個位置，走到這兒是沒有問題的。所以說，所有的這些按照我們剛才那個分析的這個模型分析，這些都是進入段，這些都是進入段的。所以說，但是這個分析的方法的这個是什麼呢？就是这就是完全分類，這就是我們做的完全分類，對吧？你要麼是繼續震盪，對吧？震出9段，要麼是往上走，要麼就是往下來。因為這個股票這個東西啊，不是上漲就是下跌，要麼就是橫盤震盪。就這麼幾種模式，所以說它是可以用這種完全分類方法的。它的方法的好處就是，你把它每一種分析方法的這個臨界點、它有一個臨界條件，對吧？那麼往上走，然後一個回落給一個300，繼續往上走，對吧？這就是它的一個這個是否要維持震盪的一個這個標的，不是這個什麼信號。對吧？或者說往下來，然後那個一個反彈不回到這個上面，給一個3脈，對吧？就它是有一個臨界條件的，或者說臨界的一個點位，你只要抓到那個點位，那麼出現那種情況了，那就可能就要轉變成另外一種模型了。所以說我們是有這個邊界條件的。那麼這個震盪也是，那麼如果說震盪出9段了，這就是它的一個邊界條件。所以說不是毫無目的的這個在做完全分類，你是有邊界條件的。好的，那麼這就是針對這個標普指數，我們就簡單分析一下。那我們來看一下，先看一个这个在頻道中大家一個提問，就是這個比特幣，對吧？
那麼比特幣的话，我們簡單說一下，比特幣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它所谓很多人管它叫 digital gold， 对吧？纸黄金或者说数字黄金，不能叫纸黄金，数字黄金。但是呢，它并没有表现出黄金的属性，因为最近又是什么跟美国川普跟这个格陵兰岛的一些那个争端呐、还是一些川普的一些其他在委内瑞拉的一些行动啊，都刺激了这个避险情緒。但是在比特币上并没有体现这个避险情緒，所以说比特币现在的属性，它跟股票现在差不多，股票涨它也涨，股票跌它也跌。所以说比特币这个现在digital gold 的这个避险属性没有体现出来，最重要的原因其實還是美國政府的這個相關的一些政策並沒有出台，就是利好比特幣的這些政策並沒有出來。那麼這些大的機構沒有刺激他們來買它，因為比特幣現在的這個整體的盤子也比較大了，所以說只有這些大機構買它才能把價格推上去，小散戶那點錢是推不動它的。所以說，主要還是在這個政府的這個那個政策出台方面，它現在沒有出來。那麼在結構上的話，我們之前一直說周線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這個97963，因為從126296最高點下來之後啊，這裡其實是有一個周線中樞的。那麼這個反彈到97963，剛好沒回去。沒回到這個中樞內部，那麼中樞下沿在98225。如果說這個位置回不去，那麼如果說形成一個三賣的話，那麼可能要再次打破這個低點80524，這是就是形成了一個三賣之後再次破低點，這是很正常的。那麼再就是如果說它出現一個反彈，因為前面是一賣的話，一個反彈確認就變成一個二賣，那麼前面又是一個三賣，所以說就變成一個2+3的一個賣點，那就更壞了，對吧？一般二賣加三賣重合的賣點，這種的殺傷力都比較大的。所以我一直在強調，如果說出現那種情況，尤其是小周期，現在看的周期是周線上。如果說小周期出現一個快速下殺的話，那再次跌破80524就是大概率。現在是反彈是夠一筆的，那麼現在周線又出現了周的頂紋型了，所以說這是需要我們嚴重注意的，就是嚴重關注什麼呢？不是嚴重關注周線，周線上沒有其他東西關注了。那只有一個頂紋型，我們需要關注它的內部結構，就是日線。那麼日線看一下，80524之後32，這是一個1、2、3、4段。現在這個第四筆也構成了，也回落也夠一筆了。然後這個 MACD，你看它現在是在0軸以上，這個千萬不能再往下走了。如果說真的再有這個 MACD 跑到0軸以下的話，這個位置。如果說真的是快慢線的張口張得比較大往下走的話，那這個絕對是再次去跌破80524的。所以說，現在有企穩的跡象，現在是出現了一個日線的底紋型了。這裡能不能夠反彈一筆之後再下去？最好是給一次反彈，讓我們有一個二賣出逃或者減倉是最好的。但是呢，現在這個還是整體偏弱。那麼你再可以畫一個趨勢線，你看它剛好也在這個趨勢線這裡，就兩個低點連線。有這麼一個趨勢線，然後剛好也是在這個位置，所以說也是一個這個所謂的可上可下的這麼一個位置，對吧？如果說有一些什麼消息不好的消息刺激它，它可能就往下選擇了，跌破這個趨勢線。如果說這個趨勢線這裡能夠得到支撐的話，那你看它能夠彈一次，甚至再次突破這個97963。如果說能夠再次強勢突破它，那就是走這個反向，這裡其實可有一個中樞在這裡。這裡有一個中樞，如果說能夠回踩一次之後再次強勢走它的話，那變成離開段了。前面是進入段，走離開段，對吧？那甚至可能你去200天這裡，對吧？那就強了。如果說這個更強的話，比如說一些消息刺激不背馳，那就牛了。那可以在這裡再做出來一個大 B 中樞，前面是大 A， 那這就厲害了，對吧？那可能再次去測這個前面這個歷史最高點，這是之後的。所以說現在關鍵的就是這裡能不能夠得到支撐之後，先給你一次反彈。最差的就是給了一次反彈，然後剛好到了這個中樞這個上沿的位置，給你一個二賣，這個二賣一定要去操作，對吧？它要麼就是再次砸回來一次，那最差的就是再次快速跌破前面的這個80524，所以這筆的反彈是一定要去抓住，一定要去應，因為你沒有辦法預測它這裡是不是要這麼走，還是說只是給一個背馳，有背馳的話我們可以再買回來，這個位置可以再買回來的。如果說給一個盤整背馳，相當於這裡是在這裡繼續震。
這裡是進入段，然後1、2、3、4、5，給一個5段背驰，5段这个震盪之後，可以繼續往上走，也可以。所以說你還是有機會買回來，所以這個二賣是一定要去應的。好的，這是針對這個比特幣。那我們趕緊來分析一下下周要出財報的這些，就先看一下蘋果，1月29號周四要出財報。那蘋果的話，最近是偏弱的，整體是相對其他的一些活躍那個是偏弱。你看它這個 MACD 就能看出來，對吧？自從這個位置跌破了這個零軸以後，基本上就這段下跌，跌破零軸以後就基本上都在零軸以下運動。然後你每次的反彈都非常弱，它在這個255.7這裡是有過一次反彈，這裡是有過一次反彈，然後你看了這個反彈是非常弱。那麼在當時當下255.7這個位置，我們可以測一下這3筆，剛好是一個等比例。256.17這個位置剛好是一個等比例，然後出現了一次反彈，對吧？它這個反彈非常弱，然後沒有碰到前面這個小高點，就是一個浪形的一個反彈，沒有碰到這個高點，那可以繼續有5。那麼現在這個第5筆現在沒完成，它現在這裡啊，雖然說 K 線是超過5根，但是它這裡因為有好多包含關係，所以說嚴格就是也不用嚴格，就是按照定義的話，現在這裡是不夠一筆。所以說你要麼是前面這一筆延續，你把前面這一筆畫到這裡，就是說這個就是1、2、3了，1、2、3到這裡，看它是先怎麼選。如果說先給你一筆反彈，那因為這個3是不背馳的，我們剛才已經測過了，等比例在這個位置，在255這個位置，它相當於一個3是不背馳的，給你一個4的反彈。然後如果說只是一個弱的4的反彈之後，還可以有5。當然了，也可以出現不破前面低點的一個2買，也可以。這樣走也可以，然後在這裡做中樞也可以，做中樞再繼續往下走也可以，對吧？所以現在就看他怎麼選。如果說先把243.42跌破的話，那就變成什麼了？那就變成前面這裡到這裡了，就這樣畫了。就是這個反彈是要的，這就變成了4的反彈，然後出現一個新的5，就變成這樣了。所以說就變成一個1、2、3、4、5，這就變成第5浪了，或第5筆了。對吧？那就看它這個財報之後的一個那個方向性選擇。如果說在財報之前，它在這一直橫是沒有問題的呀，對吧？它可以一直在這裡橫，相當於它這個1小時上這個週期是有一個中樞的進入段，然後給你打一個厲害段，那以這種方式來完成日線的第5筆，對吧？所以就看它怎麼選，現在是。但整體來講，它是一個偏弱狀態。那麼週線上，它這個是相當於一個週線的一個回落沒結束，就是下跌沒結束的話，因為它的起漲點在169.21的，它可以完全可以再去這個0.5的位置，或者說到120週。我們看一下裸 K， 如果說到120週的話，這個空間還是比較大的，12%。因為120週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均線。你看它前面這裡。我們一直從可以延伸到，這是2019年的時候，你看它所有的回撤，對吧？有短期跌破過120週，但是又被拉回來了，這裡都沒碰到120週，踩了一下120週，對吧？所以120週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根均線，對蘋果來說，所以如果說給你踩到120週，這裡你要敢買呀，對吧？這就是為什麼又回到我剛才說那個，為什麼我們要分析基本面？基本面好，它長期。所謂的長期是10年、20年的這種週期，它的這個盤旋向上的，像這個往上漲的這種，你是敢買它的，這就是為什麼要分析基本面的原因。我敢買，有回落的時候，尤其到了這種比較重要的支撐的時候，我要敢買才可以。所以說，不要單純的去分析基本面那個技術面，那個短期可能有一些。我們之所以分析技術面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小散戶的資金量比較小。我們之所以想做這些差價操作，比如說那個跌到一個位置，我想做一下反彈，對吧？目的是想讓資金的利用率更高一些，這樣的話你的這個成本累積的快，這是為什麼你要做基本那個技術分析，做技術方面的這個差價操作，就在這裡，就是為了提高資金的一個利用率而已。所以說，但是呢。對這種好的股票，基本面好的股票，你即使不動，拿着一直不動的話，可能這結果也不是很差。畢竟你，比如說你投資一個基金，你長期看的話，可能5年、10年是一個週期的話，那你看這個基金表現也是不錯的，對吧？起碼不會虧，這是最重要的。好的，這就是針對這個蘋果。如果說它要是往下選，那如果說在日線上
如果說比较短的这个踩一下200天的话，是5%的一个空间。如果说这个往上走的话，我们看一下，苹果一般盘后的波动并不大。如果说到120天2.5%，如果说前面这个261这个小高点是5%，基本上就是上下5%的一个震荡。如果说它这个财報也好，或者指引，因为畢竟這次財報是一個2025年的一個年度的一個財報，還有就是一個第一季度的一個指引，所以說5%以內的一個震盪是比較正常的，所以說還是但是畢竟這個 MACD 現在指向是偏弱的，對吧？它是偏弱的，所以說你要是想買的話，就倉位可以少買一點嘛，對吧？畢竟也是在第5段了。那麼第5段之後，看它是不是做中樞之後，還是繼續往下走，還是說在這裡做一個中樞能夠盤得住，是不是往上選也可以。就是說真到了這些，比如說200天這個位置，我先買一點；如果說真到了120週的這個位置，我再買一點，再補嘛，對吧？所以針對這種的話，其實可以分倉進的。那麼再看這個 Meta 的話，我們也是看一下這個大週期上。大週期也是，它在月線上，這裡是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月線的那個大中樞，它其實走的也是月線的一個離開，但是因為它這個回落呀，在月線上這個回落是不夠一筆呀，這個有效的回落只有4根，所以說它是不夠一筆的，所以它需要選方向。我要麼再次往上選，就是它的小週期可能給你現在看的週期是月線，可能週線上給你一個二賣，然後可以再下來，對吧？它是可以這樣，所以說這個前面這個581.25不跌破的話，月線上是沒有回落一筆的，這就是說現在還在走離開段，就是月線大週期的一個小 B 段。看一下週線，週線上也是以88.09這個位置看，那麼週線上這裡是進入段，然後在這裡做了一個大中樞出來，週線上有這麼一個中樞了。那麼週線有一個中樞，它這個從796回落也回到中樞裡面來了，剛好也是在這個中樞中軌上面，看到沒有？這個回落非常技術，然後出現了一次反彈，但這個反彈不夠筆，那麼它再次回次沉了一下之後，還踩到了中樞上沿，看到沒有？踩的是非常技術的。其實你現在來做復盤來看的話，所以說又回到了剛才那個，你要敢買呀，你要敢於買，有回落去的時候要敢買，而不是說我去追漲，一定要這個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去追漲殺跌，而是買回落，尤其是基本面好的情況下。那麼現在就是看它這裡是不是要再次突破這個711。如果說能夠再次突破711的話，也就是581的這個上漲，581的這一筆週線的上漲可以出現一筆了，對吧？雖然說我們看着好像是一個1、2、3段，但是在週線上的話，它只能算一筆，因為它前面這裡是不夠筆的，所以說它只是一個週線的這筆反彈出現了。那麼反彈出現之後，你要看了，是不是要再次突破796啊？還是說只是能夠，比如到一個0.5的位置？我們看一下，現在這個711應該是基本上是一個半分位的一個位置，對吧？711到了0.618了，在0.618附近，如果說只能突破711，不能繼續往上走的話，那還可以再拉回來，甚至再次跌破這個584也可以的。那意味着就要去構成我們剛才說那個月線上那個大的一筆回落了。所以現在就看這一筆。那麼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先測一下，簡單測一下。如果說財報的原因突破711的話，7.83%，對吧？如果說能夠10%以上的一個空間的話，你就繼續拿一拿。因為如果說有一個10%以上的一個上衝的話，那可能再次去突破796了，就是往上走。這就是財報之後。如果說往下來的話，那就看它往下走。比如說從週5收盤價到120週14%，基本上14%。如果說財報不是特別差，14%、15%這個回檔已經很深了。所以說，如果說是這樣一個情況的話，你還是要敢買，因為又是一個120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均線，對吧？前面也是，你看這個120週、200週基本很少有效跌破過，或者說短期在這個下面待過一段時間又拉回來了，這裡是待的比較長了，就是這段是就是他那個他一直做這個 Metaverse。做這個 Metaverse 轉型的時候，大家都不看好它。但是它自從它開始，這個又是裁員吶，又是轉向啊，往 AI 方面轉呢，造成它現在又開始回落，這個回升了。所以說，這就是有回來的時候要敢於買。那麼再看一下這個從581.25這一堆 K 線，它的內部看一下日線上。那麼因為在這個週5的時候沒有分析到，有這個朋友問到這個，但是我們沒有分析到。那麼在日線上就看它現在，因為最近的這3天上漲還是比較凌厲的，
你可以從這個581這裡斷開。現在只關注581右側這些，对吧？這裡其實是有一個中枢，我們看這個中枢，581这裡是一個進入段，然後這是它這一筆，這是在12月12號這一天，這根 K 線我不知道，其他的交易軟件上是不是有這麼一個大的上影線，還是說當天有一個什麼消息刺激，出現了一個非常非常長的一個上影線，還是說只是這個 TradingView 的一個一個錯誤的一個噪音或者一個什麼東西，不知道。但是呢，不管怎麼說，我们现在分析是這樣的一個三段，這三段構成了這個中樞，就周線這個中樞。最近3天那個上漲是帶力度的，發現沒有？最近3天是帶力度的一個上漲，每天都漲了1.5%以上，尤其在1月22號漲了5.6%。然後在周五漲了1.72%，对吧？这3天現在漲的是帶力度的，所以說，就看它能不能夠這段給點力度往上繼續往上衝，但是馬上要面對，120天和200天在這裡。我們看一下到120天的話，5%，對吧？必須要這個有力度突破這2根均線。往下來的話，那看是不是再次跌破581，11%。所以說，向上的這個空間並不大，因為馬上要遇到這2根均線，所以說必須要非常好的基本那個財報才可以突破這2個。就是如果說突破了711，就是我們剛才說周線上那個位置突破它，但是呢不能夠往基本面的這個刺激不是特別好的話，那你要注意了，這就是反彈這個周線上可以結束了。所以說你就是給你一個周線大二脈，就是一筆下一筆上，給個大二脈可以繼續往下走的。就看它這個財報刺激，畢竟往上走的這個阻力大一些，往下來的話，那就是可以再次跌破581，這是針對這個賣的。我們再看這個特斯拉，特斯拉的話是在1月28號周三盤後。那麼特斯拉我們也是看一下它的大週期，特斯拉大週期其實也是相對比較簡單的，這是大週期上 3M， 那麼這個下面有一個大中樞。因為它這個是經過這個復權的，因為它之前是有過分拆的，對吧？那麼下面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中樞，在下面盤了好長時間，然後開始走離開。所以說現在的這段是什麼呢？是這個中樞離開的這個小 B 段，就是這裡有一個大中樞，然後開始走 B。那麼這個 B 段是由什麼構成呢？是由3筆構成的，1、2、3段，就是一個浪形。所以說它現在可以再次回落，在這裡構成一個同級別的一個大中樞。你看着這個震盪區間好像比較大，但是它倆的級別是相同的，所以這裡如果說出現回落的話，那麼我們也是之前測過這個3筆的一個狀態，它剛好是在等比例附近停頓的504，是這個前面這段和後面這段空間一致的位置在504，所以說這也是為什麼在這個位置停頓的一個原因，因為這裡是一個潛在的一個壓力位置嘛，對吧？所以而且啊，你比較一下。這一段上漲和前面這段上漲，你就能知道後面這段明顯弱，對吧？很多回盪，但是前面這裡走的是非常凌厲，從這個11.8這個位置漲到這個400這個位置，漲得非常凌厲，所以說你一看就能簡單一瞄就知道後面這段是偏弱，跟前面這段比較的話是偏弱。然後 MACD 也能看出來，對吧？柱子的面積明顯比前面的這個要小很多，雖然說現在。這個快慢線的這個張口還是比較大的，然後高度也沒有特別低，所以說不是特別明顯的背馳，或者說不是雙背馳。所謂雙背馳就是這個面積比前面小，然後柱子的這高度比前面低的話，那就雙背馳了。現在只是這個柱子面積小，但張口還是比較大的，說明它的內部的這個動能並沒有被完全的這個消化掉。那麼如果說它再次動能強一點，突破504.51的話。也就是說這段不背馳了，那可以繼續向上延續，所以就看它現在關鍵的就是內部的一個結構。從101.8看一下它的內部，月線上，這個月線相對是我這個圖形畫的是比較複雜，但是其實結構是很簡單的。我簡單說一下，101.81這是進入段，然後1、2、3次回盪做成了一個中樞，就是月線上構成了一個中樞，開始走離開。其實現在這段就是月線的一個離開段。然後呢，這個離開段我們也比較過這個進入段跟離開段，它現在是突破了，在月線上是突破了等比例，411是它的等比例，
但是現在是月線上已經，我看一下裸 K， 月線上已经出現頂分型了。月线上现在是这里是有頂分型的，看这個頂分型是不是能夠被財報之後打破它，然後繼續往上走，也就是說這個離開段是不背馳的。那麼如果說能夠突破我們剛才說那個504的話，意味着就是這裡能夠就從181.101.8整個這段上漲可以向上延續了，因為在月線上這裡有結構。這個離開段沒完事兒，它可以走離開，然後在上面再做出來一個大中樞，相當於這個是大 A， 這個是大 B， 對吧？所以說現在走的是離開呀。那麼我們關注重點又變了，這就是利用缺元套層層降低周期，我們要找它在模型上是什麼位置。那麼在月線上是離開，那麼周線呢？周線起漲點在214，214在周線上，那只有一筆上一筆下，現在這個一筆下也夠一筆了。周線上也夠一筆了，只是說現在周線上還沒有出現周的底分型，但是本周是出現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探底回升的一個 K 線，發现没有？本周是漲了2.64%，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跡象，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跡象。如果下周因為財報的原因給一個非常大的陽線，直接突破498.83，那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強的底分型，意味着這個繼續向上漲啊，只是一個123了，那就走123了，對吧？如果說我們測一下。突破前面的高點11%，這是對特斯拉來講10%以上的震盪是非常正常的。那麼如果說再次往下走的話，那就再次跌破471，你可以從前面這裡測一下它這個黃金分割，對吧？那看它是不是要先去390，13%，上下10%，上下10%的震盪是非常正常的一個對特斯拉的財報來講是非常正常的一個震盪，那麼你要做好一個風險上的一個控制，不要去賭單邊，賭單邊特別難，對吧？那麼即使財報再好，它的這個指引不好的話，也是會跌的。但是特斯拉這個股票特點大家都比較熟悉，對吧？主要還是看馬斯克的畫餅能力，馬斯克的畫餅能力強的話，或者說給大家展望的比較好的話，那它即使財報，即使這個公司的這個數字。營收不好的話，它還是會漲的，所以它是比較難搞的一個股票。所以說，你如果說是一個鐵粉的話，看好馬斯克，因為最終一個公司還是看它的領頭羊啊。這個領頭羊這個人，如果說有能力的話，他也這個短期可能公司是有一些困難，但是長期來講，不是還是一個向上的嘛，對吧？所以說，這個公司的這個當領頭羊的這個人，就是說之前。我記得好像是芒格說過，你選公司，你要麼是這個公司特別強，比如說可口可樂這種公司，它的有這種非常牛的配方，任何人來掌管可口可樂都不會太差。你隨便去找一個職業經理，或者說你這個只要不會出現很蠢的一些那個公司上的這個政策的話，對可口可樂來講都不會太差，這是一種。要麼呢，你就要找一個非常牛的一個 CEO， 非常牛的一個人來領導這個公司，比如說馬斯克，或者說他之前去找那個比亞迪的時候，看好那個查理芒格之所以看好比亞迪，其實是看好了比亞迪的那個當時的那個頭啊，或者說現在也是可能是比亞迪的那個 CEO， 他是看好了這個人，所以說我們也是一樣，你要麼是看好這個公司，要麼是看好這個公司的這個 CEO。這是當時查理芒格跟一些人分享的他的一個心得，所以說，對特斯拉來講就是馬斯克，所以說你如果說是一個，這個鐵粉也好，這個你是黑粉也好，那你如果不看好的，你就可以去做空它，對吧？這都是每個人的一個選擇。那麼對我們看圖形的話，就是現在這裡看它是往上走還是往下來，上下10%的一個空間。那麼再看一下日線上，那麼日線上也是，但是日線上這裡分析的話，我們需要這個。看兩種分析方法，一種是同級別分解，按中樞來，從214這裡作為一個起漲點，這是 A 中樞、B 中樞，看這裡 B 中樞之後是不是能走離開。還有一種就是非同級別分解，那就是以4981如果說斷開的話，那這裡就是結束了 ，A 中樞、B 中樞結束，然後看它是不是要走反向，是這樣。那麼如果說以同級別分解的話，這裡是一個1、2、3、4、5，第5筆，看它第6筆之後能不能夠往上走。但現在這個 MACD 還沒有完全拉到0軸以上，如果說因為財報的原因能夠拉上去的話，對吧？而且這裡還有個缺口，這裡還有個缺口，如果說能夠把這個缺口補掉，我們看一下，如果說補缺口的話，
5%幾的一個空間。如果說只是補了缺口，那還是弱，只是在1、2、3、4、5、6第6筆還可以再回來，然後看它是不是能第7筆上去。如果說第7筆上去也是弱，可以再回来。如果说震出9段了，那前面都可以变成进入段，然后再離開也可以，对吧？所以針對特斯拉的話，就是往上走你要注意了，往下來的話就是看它是不是能回到390這個位置。那麼如果說就要去390的話，大概在這裡。那麼如果說在日線上，那可能要去这个200天了，就可能到这個位置，200天得到一個大的支撐之後，那這樣的話就變成這個這裡有一個那個中樞，有進入段有離開段，但是這個中樞是1小時的中樞，一定要注意，這裡我畫的這個中樞是1小時級別的，那麼在這個日線上是沒有中樞的。那麼1小時我們再看一下，它這裡有一個大中樞，這是進入段，然後1、2、3、4、5、6、7、8、9。在1小時上震出來9段，這也是為什麼它在周線上可以構成一筆的原因，因為它1小時上升級了。1小時這個級別，它這個震盪的夠大了。那麼1小時上，如果說震出9段來之後，它可以是走離開的，可以走離開，對吧？所以說現在在1小時上也是200均、120均在這裡。那如果說財報非常強，那這裡空間能打開。如果說不能夠突破這2根短期均線都突破不了，你談何往上走呢？對不對？因為生長走勢是生長的，這也是我們不能夠預測它。為什麼我們要從大周期看到小周期的另外一個原因？因為它走勢是生長的，走勢都是從小周期從1分鐘生長到5分鐘，5分鐘生長到15分鐘，慢慢遞歸上來的，它是生長上來的。所以說，如果說你連1小時的這個均線都突破不了，你談何突破大均線呢？談何突破大周期的均線呢？對不對？所以說為什麼要看小周期的原因就在這裡，因為小周期它是先發生，只有小周期它能夠站到均線之上，大周期才有可能轉變，曉得吧？所以說這就是為什麼很多時候你要去看1分鐘、5分鐘。為什麼要看1分鐘、5分鐘呢？因為1分鐘、5分鐘是最小，就1分鐘是更小周期了，就更細微了。我能夠從1分鐘的這個周期變化。圖形上的一個變化，我能夠捕捉到更多的信息，對吧？你看一分鐘上，它這裡做了中樞，然後這裡做了一個明顯是升級之後的一個中樞，這就變成進入段。那麼升級之後，看它是不是往上選，或者說，如果說從這裡斷開，那麼在1分鐘上，這裡1個中樞、2個中樞、3個中樞結束，那麼這裡是進入段，這裡做了一個第1個中樞，往下走1、2、3，對吧？可以是這樣走，你這看的是非常細的，你看的是非常細的。那麼在禪論裡面也有一句話叫什麼？走勢不是在中樞構造中，就是在中樞移動中。我再重複一下這句話，非常重要的一句話。看這個，如果說你要是這個想用技術分析的話，你觀察這個圖形的時候怎麼觀察？就是看這個是在中樞構造，還是在中樞移動？什麼叫中樞移動？這就是這個動能分析。有朋友在這個頻道裡面留言說，你這個那個形態分析沒啥用啊，因為禪論是2種系統，就是這個技術分析是2套系統，一套叫形態學，一套叫動力學。形態學就是我們剛才說這個模型分析，那麼動力學是啥呢？中樞移動就是動力，中樞的移動，這往上移動，這就是動力呀，這就是動能啊，這就是這個所謂的動力學。所以說禪師說，現在的結構不是在中樞構造中，就是在中樞移動中，曉得吧？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思想。那麼對你來從小周期怎麼觀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如果說學會了這套啊，它現在是在中樞構造，那你的操作這個方法，或者說你的這個操作的這個策略是不一樣的。我是一個震盪操作，那麼我肯定是高買低買高賣呀，對吧？或者說你在高位去做空它，如果說你發現它是一個震盪，但是你發現它是在一個移動中，那你這個在移動過程中你是幹什麼？單邊的時候你就要拿着不動，甚至倉位打到最高，如果說你的這個周期比較大的話。所以說一定要去觀察它是在中樞構造，還是在中樞移動，單邊移動單邊，記住了。所以說這個策略是不一樣的。我剛才說的這個一定要告訴自己，要去觀察它是在一個什麼狀態中，是在中樞構造中，或者說是在中樞延伸中，還是說在中樞移動中。
对吧？一定要注意这2點，這是有區別的。很多人不會去做交易，我在中樞移動的時候，我去做這個差價操作，那移動中你就應該拿着不動，你做什麼差價？你很容易就是賣飛了。很多人踏空的原因就是因為啊，我這裡賣了，我這期待它還能再下來呢，沒想到它是移動。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關鍵的一套這個思維方式。那麼我希望大家經常來我頻道的人能夠學會這個。好的，還有一點點時間，我們趕緊再看一個微軟，因為今天我一般的在跟大家周末的話控制在1小時之內。那麼我們這個播音的話可能沒有時間就不分析了，就趕緊講一下微軟。微軟的話也是在這個我們看一下時間，1月28號周三的盤後。那麼微軟的話也是最近走的相对是比较弱的。那麼它的大周期上，我們看一下月线上，或者說季線上也是下面有一個非常大的季度的这個中枢，然後也是一個1、2、3段。你看我這裡標注了一下 Q3，意味着是季度上的第3筆，然後這個第3筆在月線上是2，我標注的2意思是說是第2筆回落。月上只是第2筆回落，因為它中間這一筆啊是不夠1筆的，所以說它是第1筆就到這個最高點，然後是第2筆的回落。那麼在第2筆的回落之後，那這個最後這一筆，也就是說這個月線上的這筆回落，那麼在周線上是3，我們看一下周線上是什麼是3。那麼在周線上，這就是利用了我们的刚才說的非同級別分解，從這個高級別一點點降低周期到這個小周期。那麼在周線上，我們寫的是3一撇。1、2、3，也就是反向，這一撇代表的是反向，也就是反向的3。這個3現在是不背馳的，跟前面這個第一段比較，目測的話是不背馳的。如果說只是一個4的反彈的話，還可以有周五有5。所以說這就是你利用這個標注可以簡單的知道，就不用每個級別都去看了。如果說你覺得每個級別都去看麻煩的話，自己可以做一下標注，簡單的一個標注。那麼你怎麼標注，看你自己的習慣。如果說它要往上選的話，那就看它能不能夠碰到前面那個高點492.37。如果说碰到它的話，那就看它這裡是不是要做一個反向中樞，你也可以去做一個趨勢線，對吧？看一下是不是做一個反向中樞之後繼續下。如果說強的話，當然是直接就是一個1、2、3結束，然後走這個離開了，那就相當於這個M2結束了，相當於 M2。結束可以走這個3了，走這個月線的一個第3段，這就是我們要這個往上看的話。那麼如果說這個繼續往下走的話，如果說因為財報的原因再往下200天走，那是20%了，這個空間還是比較大的。所以說120還是120周，看到沒有？這裡是跌到200周了，所以說如果說能夠在120周企穩的話，如果說真的往下走的話，那如果只要能在200周能夠企穩的話，你也是買針對這種像微軟這種大的公司。那麼日線上看一下最後這一筆，那麼日線上我在這裡標的，周線上是第3筆，那麼日線上我標的是 A 撇。為什麼說寫的是 A 撇呢？就是起跌點在這個位置553，這是進入段。然後這個微軟我們在周5直播的時候簡單說了一下。那麼我們再複習一下，這是當成了一個進入段，3筆進入段，然後在這裡震盪，然後這是離開。現在只能說是做一個反向的 A， 你還不能夠說它轉向了。它轉向的話需要這樣才能說現在開始是往上走。所以說我寫的這裡是寫的是一個 A 撇。也就是說，它完全是可以拉回到中樞裡來，然後1、2、3、4、5，可以繼續往下走，所以說這就是為什麼寫的是 A 撇的原因，就是一個反向的一個那個大 A。那麼如果說它拉回到中樞裡去，現在周5的收盤價，如果說到中軌3%，到200天4%左右，到120天7%，但是還是沒有破壞，即使衝到120天也沒有破壞這個結構，需要非常強，比如說站到120天之上，然後一個回落才能往上走，对吧？你必須要離開這個中樞一段很大的空間，你才可能就回落的時候才可能回不來。如果說你這個力度只是剛剛突破的這個中樞，就很容易被拉回來，就是你這個逃逸速度一定要強才可以。所以說就是為什麼我們說這個你這個只要上去了，你就要用這個中枢震盪策略，中樞上方力度衰竭的時候減倉，回來的時候力度衰竭的時候加一加，對吧？就是一個加點倉的動作。所以說針對這個微軟的話，就是往上走就先看這個200天
200均和这個120天均线。好的，那麼的话，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這個最後剩了一個波音，今天就不講了。看看下周直播的時候有沒有時間再分析，因為它是在1月27號，对吧？是周二盤前。如果說周一直播有人那個問他的話，我們可以分析一下。好的，那麼我們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了，再見。